什么？外星人开始对人类科学家下手了？2024年7月4日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红外仪器专家弗兰克·麦瓦尔德死亡，死因不明。2025年5月，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前研究员安东尼·查维斯离家失踪。6月22日，火箭发动机材料科学家莫妮卡·雷扎和同伴徒步时突然消失，至今下落不明。6月26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行政人员梅丽莎·卡西亚斯离家失踪，失踪前2部手机全部被出厂重置。10月25日，空军研究实验室武器采购经理雅各布·普里查德杀死自己的妻子和同事后自杀，动机不明。12月12日，诺华制药生物学专家贾森·托马斯失踪，遗体在湖底被发现，警方称不怀疑外力介入。12月15日，麻省理工等离子体物理学家核聚变研究中心主任努诺·洛雷罗在自家门厅被枪杀，凶手动机至今不明。2026年2月16日，加州理工天体物理学家卡尔·格里尔迈尔在自家门廊被枪杀，嫌犯动机至今不明。天哪，这不就是《三体》里面的情节吗？是质子和三体组织开始清场了吗？这还没完呢。2026年2月27日，美国空军退役少将、前空军研究实验室司令威廉·麦卡斯兰离家失踪，手机、眼镜全都留在家里，只带了一把左轮手枪，至今下落不明。19个月、4个州、9个名字，这些人来自 NASA、麻省理工、加州理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空军研究实验室，都是美国最顶尖、最机密的科研和军事机构。而这一切集中发生在同一个时间段，也就是美国政府宣布将要公开 UFO 文件的前后。这会是一个巧合吗？这么多巧合吗？巧合多了就不是巧合了。这一系列事件已经引起了美国乃至世界的高度关注。前 FBI 助理局长斯维克尔接受采访时说，这些案子不能各自归类成普通失踪案，必须放在一起统一调查。而田纳西州众议员博切特公开表示，这么多人集中出事，而且都和敏感技术有关，这已经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甚至就在几天前，日本国会国家安全会议上，第一张幻灯片不是导弹数据，也不是军事情报，而是这些人的照片。这已经不是美国的问题了，而可能是人类的危机。大家好，我是马克，我是米妮，欢迎来到星际考古队。今天我们要把这整件事一层一层拆开，这些人到底是谁？他们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他们的消失和死亡到底只是巧合，还是这背后有一条我们还没有看清楚的线？2026年会不会是人类真正开始接触外星人的一年？那我们先从这里边咖位最大的那个人说起，这就是1号人物威廉·麦卡斯兰，美国空军退役少将。他可不是什么普通的军官，航天工程师出身，毕业于美国空军学院，然后在麻省理工拿到航天工程博士学位。他参与过美国 GPS 系统的核心研发，负责过代号太空激光武器的定向能武器项目，后来还进入五角大楼担任特殊项目主任。什么特殊项目？这个职位的意思就是他经手的东西大多数政府官员连听都没听说过。最后他成为了空军研究实验室 AFRL 的最高司令。这是一个位于俄亥俄州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的庞大机构，负责管理空军价值22亿美元的科学和技术预算，以及超过1万人的全球研究团队，包括航天、能源、材料、武器系统。美国空军所有最前沿的东西都是从这里出来的。简单说吧，这是整个美国空军最核心的大脑。而麦卡斯兰曾经就是这个大脑的总负责人。我跟你说这个莱特帕特森基地也不简单。根据 UFO 圈的坊间传闻，1947年罗斯维尔事件后，那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就被秘密运到了这里。而且不仅是 UFO 残骸还有其他东西。什么东西？外星人吗？噔噔。当然美国空军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件事，但这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因为从1947年开始，也就是罗斯维尔事件发生的同一年，这个基地启动了符号计划，专门调查 UFO 的目击报告。后来更名为蓝皮书计划，运作了22年，一共研究了12618起 UFO 目击案例。直到1969年项目关闭的时候仍然有701起官方至今无法解释的。甚至1988年的时候，美国参议员戈德华特在一次采访中说，他曾经请求空军李梅将军让他进入莱特帕特森基地里的一间秘密房间，但李梅说，你不仅进不去，永远不要再提这件事。那个房间里面到底藏了什么东西？没有人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麦卡斯兰就是这个基地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而且你知道吗？2016年
维基解密公开了一批被黑客窃取的邮件，其中有一封啊，就是和麦卡斯兰和 UFO 有关的。发现人啊是汤姆·德朗，也就是朋克摇滚乐队 Blink-182的吉他手兼主唱。玩朋克的也搞起 UFO 了？德龙啊从小就对 UFO 很着迷。Blink-182有一首歌就叫做 Aliens Exist， 外星人存在。但随着时间推移啊，他开始接触到真实的军方和情报界人士，开始有人私下找他谈话。2015年，他演完了职业生涯中最后一场演唱会，当着台下10万名观众宣布离开乐队。他自己说：“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能在老了之后回头说，我是那个改变世界的团队的一部分。”然后他创立了 To the Stars 飞向星辰的组织，专门研究 UAP 现象，并且招募了一批真实的前政府官员、前情报人员和前军方人士加入团队。然后正是他把美国海军的几段著名的 UAP 视频，包括那段 Gimbal 和 Go Fast 推到了公众面前，直接推动了美国国会开始正式讨论 UAP 的问题。这个好有意思呀！就美国国会今天讨论的 UAP 的事情，原来是一个朋克乐手推动的，神不神？就是这个人啊，在2016年写信给希拉里竞选团队主席波德斯塔，他在信里说，罗斯威尔事件之后 UFO 残骸被运到了莱特帕特森的实验室，麦卡斯兰将军就是那个实验室的负责人，他非常清楚这一切，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那这不是阴谋论网站写的呀，而是白纸黑字的真实邮件。而根据纽约邮报的消息来源透露，麦卡斯兰在整个空军 UFO 圈子里有一个称号 UFO 守门人。那扇门背后有什么，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那现在我们来说说他消失的那一天发生了什么。2026年2月27日星期五上午10点，一个修理工离开麦卡斯兰的家，那是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1个小时以后，他的妻子苏珊出门看医生。中午12点04分，苏珊回到家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手机留在家里，处方眼镜也没带，他带走的只有一个背包、一双登山靴，还有一把0.38口径的左轮手枪。FBI 立刻介入，他们使用了热成像无人机、搜救犬、直升机，敲了超过700户邻居的门，调取所有能找到的监控录像。奇怪的是啊，没有一个镜头拍到他离开。毕竟是圈内的，如果他想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消失，他应该知道要怎么避开摄像头。对，而且啊，他失踪的时间节点非常微妙，就在失踪6天前，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要公开所有 UFO 和外星人相关的政府档案。失踪1周后，他的妻子苏珊在 Facebook 上发文澄清：“我的丈夫退役已经13年，那些机密早就过时了，绑架他来套取秘密，这不太可能。”然后啊，他还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震惊的话：“也许最好的假设是外星人把它传到了母舰上。”不过目前没有关于母舰在附近山脉盘旋的目击报告。他多大了？68岁。那会不会是年纪大了，就是走丢了？他的妻子苏珊说啊，在失踪前1周，他还刚刚骑行了60英里，而且他还是这个社区里出了名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跑步啊、骑行、徒步，几十年风雨无阻，而且没有任何认知障碍的迹象，思维清晰，而且非常健康。那他为什么要带一个手枪出门呢？如果说是一个思维清晰、正常的人，那出门你不应该戴上眼镜和手机吗？会不会是见什么人，对吧？带上枪是以防万一。你都没戴眼镜，你看得清楚瞄哪儿吗？那是什么老花镜吗？说的很有道理。那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他一开始就没打算回来，自杀。哦，那不带手机和智能手表，就是不想被定位追踪。对，那不管怎么解读啊，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个掌握过美国最高级别军事机密的人，就这样人间蒸发了。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者，没有痕迹。包括 FBI 在内的5个机构正在同时调查此事，目前仍然没有任何进展。而就在麦卡斯兰失踪的8个月之前，在加州的一条登山路上发生了另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这就说到2号人物莫妮卡·雷扎，她光天化日在同伴的旁边凭空消失了，而她和麦卡斯兰之间的联系比你想象的要深得多。2025年6月22日，加州天使国家森林公园一条叫做 Mount Waterman 的登山小路，莫妮卡·雷扎和2个经验丰富的同伴正在一起徒步，她走在后边30英尺的距离大概。同伴回头的时候，她还在那里微笑和挥手。同伴继续走，再回头的时候，人不见了。这可不是什么荒野深处啊，他也不是一个人独行，30英尺
光天化日结伴同行，就这样消失了。30英尺大概是几米啊？就大概9米，也不太远。那么近。对，而且注意啊，他不是第一次去那儿啊。警方说他和朋友每周都会去那里徒步，而且他的身体状况良好，是一个有经验的徒步者。那搜救队立刻出动直升机、搜救犬、雷达，数百名志愿者搜了几个月，没有找到遗体，没有血迹，没有任何痕迹，至今仍然是一个失踪人口。但他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登山客，莫妮卡·雷扎60岁，航天材料科学家。他发明过一件改变美国航天史的东西，一种叫做 Mondaloid 的镍基超级合金。这种金属啊，能在火箭发动机内部极端高温、高压、高氧的环境下工作，同时啊，重量特别轻。在这个发明之前，美国的火箭发动机有一个致命的依赖，那就是俄罗斯技术。美国每次发射火箭用的都是俄罗斯的 RD-180发动机。那最搞笑的是啊，这些火箭搭载的很多都是间谍卫星，目标就是侦察俄罗斯。取之于民而用于民。而 Mondaloid 的发明啊，让美国彻底摆脱了这个依赖，保证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也就是说，他发明的东西直接影响了美国的独立性。对，非常重要的一个发明。那他的雇主 Aerojet Rocketdyne 后来被以47亿美元收购，而莫妮卡·雷扎就是这家公司最核心的技术发明者之一。那他和那个失联的将军有什么关系呢？雷扎的 Mondaloid 项目啊，在研发初期获得了一个机构的资金支持，那就是空军研究实验室。而在2011年到2013年啊，这个部门的最高负责人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威廉·麦卡斯兰那个将军。所以这个将军批的钱打到了莫妮卡的实验室，然后造出了这个合金。对，然后啊，这2个人在8个月内接连失踪了。那前 FBI 助理局长斯维克尔说啊，雷扎的案子让他特别不安，他不是一个人独行，同伴就在30英尺外，搜了这么久还是找不到遗体。他说啊，他会把他们3个人的生活从高中开始全部翻查一遍，看看有没有任何的联系。3个人？对，麦卡斯兰、雷扎，那还有下一个我们要说的3号人物梅里莎·卡西亚斯。如果说将军的失踪让人联想到间谍战，科学家的消失让人联想到三体，那梅里莎·卡西亚斯的案子会让你背脊发凉，因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行政人员，但他上班的地方并不简单。2025年6月26日，新墨西哥州，就在莫妮卡·雷扎失踪4天之后，那天早上6点15分，梅里莎开车送丈夫马克去上班。他们夫妻在同一个地方工作，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就是那个造出了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的地方，美国核武器设计的核心机构。梅里莎是那里的行政人员，有安全许可。她送完丈夫，说自己要去实验室的另一个地点完成工作，就离开了。早上7点45分，她回到家，告诉女儿塞拉，她忘带了安全通行证，要在家办公。中午12点50分，她去女儿的工作地点送了一份赛百味三明治。女儿说啊，当时她看起来很正常，笑着说话，没有任何的异常现象，走之前还说了 I love you。 然后梅里莎离开了，而这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她。监控录像后来找到了她最后的画面，地点在新墨西哥州哈尔帕附近的一条公路，时间是下午大概2点。画面里她独自一人背着背包，沿着 NM518公路向东步行。女儿和丈夫回到家以后，发现她的钱包、手机、钥匙全部留在家里的办公室桌上。最诡异的是啊，她的2部手机全部被出厂重置了。你看，又是不带钥匙、钱包、手机的。对，而且出厂重置需要确认好多次，也就是说他是故意的做了这个动作，或者是有人帮他做了这个动作。是，他是被绑架了吗？不知道。那她的家人啊，对失踪的原因啊有分歧。丈夫和女儿认为她可能是因为个人和财务压力主动离开了，但她的父母和姐姐坚持认为不是这样的。可他不就是一个行政人员吗？好像听起来没有刚刚2个人那么重要。其实啊 ，FBI 助理局长说，在这样一个机密的实验室，行政人员知道的并不一定比他们的上司要少。而且这不是第一次有人专门去绑架行政助理。那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科特兰空军基地有长期的核研究合作项目，而科特兰空军基地就是麦卡斯兰将军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一个将军，一个科学家，一个行政人员，短时间内相继消失了，这还真挺邪门的呢，是不是？警方啊调查了2个多月，没有任何突破，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在卡西亚斯之前啊，洛斯阿拉莫斯其实还有另一个人消失了，时间更早一点。
当时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但是现在啊，人们觉得这其中会不会有某种联系？这就是4号人物安东尼·查韦斯，78岁，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前研究员。他在实验室工作到2017年退休，之后一直住在洛斯阿拉莫斯小镇，是当地的老居民了。2025年5月4日，他最后一次从家里的座机打出电话。5月8日，他的兄弟打电话来找他，没有人接。朋友开车去他家，发现车还在车道上，门没有锁，房间里一切正常，但就是没有人。钱包、钥匙、香烟全都留在原地。那和刚刚一样啊，全都没有带钥匙、钱包、手机。对。那他的朋友说啊，他的身体非常健康，思维很清晰，喜欢走路去附近的湖边，在那里写诗。那搜救队啊，搜了他常去的山路，什么都没有找到。警方至今没有任何突破。那现在啊，我们把时间线摆出来看一下，4个人全部和洛斯阿拉莫斯或者 AFRL 有关。那接下来的2个人不是失踪，而是死亡。有凶手，但就是没有动机。5号人物卡尔·格里尔迈尔，2026年2月16日，加利福尼亚州清晨6点多，一位67岁的老人走出自家大门，站在门廊上，突然被人开枪打死了。这个人叫卡尔·格里尔迈尔，是加州理工学院天体物理学家。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天文学家，曾经参与过 NASA 的 New WISE 项目，用红外望远镜扫描太空，追踪靠近地球的小行星和彗星。他还参与了 NASA 专门用来探测近地天体的太空望远镜项目。那是不是如果附近有 UFO 什么的，这个望远镜也能发现？理论上是可以的，虽然官方上没这么说。那他在科学界真正出名的是另一件事，他在一颗遥远行星上的大气层里探测到了水蒸气。那颗行星叫 HD 189733b， 位于狐狸座，距离地球大概65光年。这是人类寻找地外生命这条路上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2026年2月16日早上，他死在了自己家门口。后来凶手被抓了，名字叫做弗雷迪·斯奈德，但至今没有任何人公布斯奈德的作案动机。他为什么要杀一个天体物理学家？没有答案。警方说这是一起普通的暴力犯罪，也许是吧，但一个专门发现外星生命存在条件的科学家死在自家门口，凶手毫无动机，时间节点就在 UFO 文件解密宣布前后，让人不得不浮想联翩。然后啊，还有一件事很少有人注意到，那就是格里尔迈尔的研究机构 IPAC 是加州理工和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联合机构。这就要说到6号人物弗兰克·麦瓦尔德，他是这个9人死亡名单上最早出事的人。弗兰克·麦瓦尔德61岁，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技术主管。他在那里工作了25年，负责管理红外仪器的研发，也就是用于扫描地球和其他星球表面高光谱成像的系统。他同时还负责过多个先进卫星仪器项目，能从太空看清地球上任何东西的眼睛。2024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他在洛杉矶死亡，死因从未公开，官方确认没有进行尸检， NASA 从未就此发表任何声明。就这样，一个在 NASA 工作了25年，拿过多个奖项的顶级科学家，悄悄消失在这个世界了。而他工作的 NASA 喷气推进实验室 JPL 和加州理工天体物理学家格里尔迈尔工作的 IPAC 是同一个机构体系的2个部门。2个人，一个死亡没有解释，一个被枪杀没有动机，但这2个人只是开始。7号人物努诺·格雷罗，2025年12月15日，马萨诸塞州布鲁克莱恩一个出了名安全的社区，洛雷罗家的门铃响了，走廊里站着一个人，穿着黄色反光背心，手里抱着一个有条形码的包裹，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送货员。洛雷罗走出去开门，枪声响了，他倒在公寓大厅的地板上，胸口、腹部、双腿多处中枪。努诺·洛雷罗47岁，他是麻省理工等离子体物理学家、核聚变研究中心主任，是 MIT 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核聚变研究领导人。他研究的东西足以改变人类的命运，那就是核聚变。而这种能源呢，是特别高效的，就完全可以替代我们地球的其他所有的能源。他研究的是怎么让核聚变反应稳定持续的发生。那这就需要把燃料加热到1亿摄氏度，比太阳核心还要热6倍。这个燃料可以从海水里边提取出来，1升普通的海水里含有微量的氘，也就是氢的同位素。那这点氘通过核聚变释放的能量相当于燃烧300升石油，而地球海洋里的氘足够人类使用数百万年。那人类将永远不再依赖石油，
永远不再依赖天然气和煤。它并不是免费能源，但是很接近了，非常高效的能源。3i Atlas 最近发现上面也有刀，然后阿维勒布教授还说，会不会是说明这是他们是核动力推进的？你什么时候讲3i Atlas？3S 最近就爆出来这一个事儿，讲完了。所以他自己说过啊，核聚变能源将改变人类历史的进程。就在他被杀的几个月前啊，还刚刚获得了美国政府颁给年轻科学家的最高荣誉——总统早期职业奖，是拜登亲自颁给他的。那些能源出口国肯定不希望这种新能源出现吧？那凶手找到了吗？找到了，叫做克劳迪奥·瓦伦特，48岁，也是葡萄牙人啊。这个教授也是葡萄牙人。他和洛雷罗是大学同学，25年前在葡萄牙里斯本的同一个物理系读书。但这件事远比你想象的还要诡异。就在杀死洛雷罗的2天前这个人在布朗大学还制造了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然后他在一个储物间饮弹自尽了。那案子看起来是结了，但有一个问题至今没有答案：他为什么要杀洛雷罗？可能因为嫉妒。就是洛雷罗做出了很多成绩是不是他自己一事无成？过了25年来突然来杀这个人，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而且就根据调查，他花了很多年来策划这个事情，专程从葡萄牙跑到美国来杀他，需要很多准备。他最后还要自尽，他因为嫉妒还要去把自己杀掉，最后何必呢？说不太通。那调查人员至今困惑，洛雷罗究竟是一个蓄意的目标，还是某个更大至今不明的计划里的一部分？没有遗书，没有声明，没有任何解释，凶手死了，答案也被带进了坟墓。但在这2位科学家被谋杀之前，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内部也发生过一件诡异的事情。2025年10月25日凌晨2点，俄亥俄州，雅各布·普里查德34岁，他是空军研究实验室传感器部门的采购项目经理，踹开了同事古斯提图斯中尉公寓的玻璃门，闯了进去，开枪打死了他。而在这之前，他已经在某个地方结束了妻子杰米的生命。凌晨4点，他开车来到停车场，打开了后备箱，里边是妻子的遗体，然后饮弹自尽，全程被停车场的监控录了下来。这3个人都是莱特帕特森的员工，动机至今没有公布。那注意这个地点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就是麦卡斯兰曾经管理的那个实验室所在地，也就是 UFO 蓝皮书调查计划的地点。同一个基地，同一个时间，3人死亡，动机不明。8个人了，那还有第9个呢？9号人物贾森·托马斯，45岁，诺华制药化学生物学助理总监。2025年12月12日夜里，他和妻子克里斯汀从朋友聚会回家。回到家以后他说想出去散个步，没有带手机和钱包。妻子目送他走出家门，但他没有回来。搜救犬、无人机、警察挨家敲门，什么都没有找到。湖面当时结了冰，整个冬天都没有办法搜湖。直到今年3月17号，冰融化以后，警察在湖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警方说不排除有外力介入。制药公司的呀？那他在研究的是什么内容呢？癌症。说实话很难和其他几个人联系起来。有人说他的公司和国防部有商业合同，所以算是军事相关。但我查了他所有48篇公开论文，没有一篇和 UFO 军事机密或者航天有关。他在这份名单上只有一个原因，他是科学家，而且在同一时间段失踪了。那现在我们就把所有人放在一起来分析一下他们之间存在的联系。中间的麦卡斯兰，退役将军， AFRL 最高负责人， UFO 守门人，在家附近失踪。莫妮卡雷扎，火箭核心发明家，资金来自麦卡斯兰管理的实验室，消失在加州山里。查韦斯和卡西亚斯2人都在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麦卡斯兰管理的科特兰空军基地和洛斯阿拉莫斯长期合作核研究项目，相差7周，2人先后失踪。格里尔迈尔，加州理工天体物理学家，发现外星水的证据，死在自家门廊。麦瓦尔德 NASA JPL 和格里尔迈尔同一个机构网络，死亡原因不明。普里查德就在麦卡斯兰曾经管理的那个基地，同一天3人死亡，原因不明。格雷罗 MIT 核聚变研究中心主任，和洛斯阿拉莫斯有长期学者合作关系，被蓄谋多年的前同学枪杀，动机至今成谜。那最外圈是托马斯，来自制药公司，目前还没有发现和这张网其他人的直接联系。那从这张图你会看到除了托马斯以外，这些人全部来自同一个圈子 NASA、AFRL、洛斯阿拉莫斯、加州理工、MIT， 都是美国最顶尖、最机密的科研和军事机构。火箭推进、核聚变、
太空武器、近地天体探测、UFO 研究。这些机构本来就深度交织，而这些人本来就在同一张网里。不管真相是什么，这一系列事件已经严重到了无法被忽视的程度。现在真正的问题是，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有5种可能的解释，而最后一个是最可怕的。第一种，纯属巧合。那统计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集群错觉。当我们看到一组随机事件的时候啊，大脑会自动把它们连在一起，觉得这不可能是偶然的。美国每年有几十万名科学家和军事研究人员在工作，其中有人死亡，有人失踪，有人出意外，这在统计学上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在这个名单里有自杀、谋杀、失踪，死因各不相同，机构联系有远有近，时间跨度19个月。如果你随机抽取任何一个领域的人，在19个月内都可能找到几个出事的。但是这个密度真的是在合理范围之内吗？对啊，所以说 FBI 也是说嘛，非常的可疑。当巧合开始不断叠加，就有可能不是巧合了。第二种可能，外国情报行动，这是前 FBI 助理局长斯维克尔最担心的那条线。这些人掌握的技术对很多国家来说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在历史上啊，针对科学家的定点行动是真实存在的。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核科学家暗杀战已经持续了几十年。如果有人在系统性的针对美国最核心的科研人员绑架、消灭，甚至强迫转移，也是很有可能的。但他们很多都已经退休了呀，年纪很大了。而且他那个妻子也说嘛，都是10几年前的信息了。对啊，你要绑，你不绑个新鲜一点的吗？退休的好绑呀，而且是老人嘛，都是。所以啊，如果这个原因成立，也许这些失踪的人还活着。那是不是像万神殿里面那样，他们被抓过去，然后把意识扫描了上传，让他们在虚拟空间里面一直不停的工作？所以啊，如果哪位收到了奇怪的 emoji 暗语，一定要告诉我们哟。第三种可能，内部清除。还有人认为啊，这些人不是被外国势力盯上了，而是被某个内部力量、某个深藏在美国政府或者军工体系的组织系统性的清除了。原因是啊，他们知道的太多了，关于 UFO 回收项目，关于非人类技术，关于那些从来没有被公开过的秘密。而就在 UFO 文件即将被解密的节点上，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出事，也许不是巧合，而是有人在抢时间。国会议员波利森在公开采访中说过啊，他在调查 UAP 项目时，曾经整理了一份想要约谈的人的名单。而有一个自称有特种部队和情报界经验的人，看了这个名单以后啊，警告他说啊，你需要把这2个名字划掉，而且永远不要再提，否则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干掉你。也有可能是把他们藏起来了，就防止机密泄露。说不定他们在某个深山里边一起打扑克呢。一对王。第4种可能性，非人类介入。那如果这些人掌握的是关于非人类文明的真实证据，如果他们参与过回收研究或者逆向工程，那么让他们消失的也许不是人类的力量，说不定就是外星人发现他们的星船被拆了，过来报复来了。你知道吗？有人都觉得不是外星人干的。美国副总统万斯最近啊，在被问到 UFO 和外星人的问题时，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答案。I don't think they're aliens. I think they're demons anyway, but that's a longer discussion. 他说：“我不认为那是外星人，我认为那是恶魔。”而他不是第一个这样说的人。塔克·卡尔森，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体人之一，曾经公开表示啊，存在非人类的力量，活在我们看不见的精神领域里。他甚至声称啊，自己曾经在睡梦里被一个看不见的东西袭击。醒来的时候，发现身上有抓痕和血迹。而法国科学家 UFO 研究先驱雅克·瓦雷早在1969年就提出过啊，这些 UFO 现象不是来自外太空，而是来自某种和我们平行存在的维度。它们其实一直都在这里，几千年以来都在。那是什么？就是高维生物呗。高维生物啊，对啊，可能就是死藤水的时候看到那些。第5种可能啊，也是最可怕的。如果这些人消失，不是因为被杀、被绑架，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人类的啊？他们化妆成这个人的样子吗？对，你知道吗？在那个 X 档案里面就说过呀，那些外星人其实是可以改变容貌的。他们这种非人类的存在，长期以人类的身份渗透进了地球上最核心的科研机构，什么 NASA、MIT、AFRL、洛斯阿拉莫斯，在这里工作研究。然后，当特朗普宣布要公开 UFO 文件的时候，他们决定跑路了，要么失踪，要么假死。他们那么厉害，为什么跑路呢？他们有点害羞。OK。2026年才过了1/4，就已经发生了这么多诡异的事情。
奥巴马在一档播客里被问到外星人是否存在。Are aliens real? They're real, but I haven't seen them, and they're not being kept in what is it? Area 51. Area 51. 他没有否认，而是说他们是真实的，但不在51区，并引发了轩然大波。后来啊，他就赶紧找补，说他只是顺着话题走，没有看到过任何外星人接触的证据。但是泼出去的水已经收不回来了。就是啊，一个前美国总统说外星人是存在的。更早之前啊，Jimmy Kimmel 问小布什是不是有很多不能告诉公众的 UFO 秘密。Now that you're out of office,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right? True, yeah. But I'm not telling you. 他笑了笑啊，是的，但我不打算告诉你。然后特朗普宣布将要公开所有的 UFO 外星人相关的政府档案，就连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比尔马厄都在节目里半开玩笑地说 If at this point you don't believe aliens are here and observing us, maybe you're the conspiracy theorist. 如果到了现在这个时间点，你还不相信外星人存在，那你才是阴谋论者。而最细思极恐的呀，是美国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局悄悄注册了2个域名 alien.gov 和 aliens.gov。这2个域名啊，现在出现在了美国政府的官方网站注册目录里，没有人说这是干什么用的。也许以后会放那些解密的 UFO 档案呀，比如说哪种外星人有多少数量，生活在哪里，生活习性是怎么样的，说不定跟动物园一样。对啊，说不定还有食谱。喜欢吃人，不就是那个谁吗？或者啊，这才是终极答案。其实这背后一直都是外星人在操控人类。这个域名啊，就是字面的意思，外星人的政府。2026年会不会是人类第一次真正接触真相的一年？你好，外星人！如果你刷到这个视频，请在下面留言哟。